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他是圣人还是跨维度存在？帕德里皮奥的圣痕与超感知真相曝光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他的身体会流血，伤口会自动闭合，能看见亡者，能听到你没说出口的秘密，你会相信他是骗子，还是介于人类与未知之间的存在？帕德里皮奥就是这样的男人，一个活在现实世界却触碰到我们无法解释的那一层的人。在意大利南部的加尔加诺山脉间，清晨的薄雾像是从另一个世界缓缓飘来的呼吸，而在雾气尚未散尽的那段岁月里，有一个名字始终在信仰与怀疑的交界处留下深深痕迹。帕德里皮奥，这位曾被教廷调查，被无数人质疑，却又同时被数百万信徒视为活着的奇迹的方济会修士。他的故事从来不是单纯的神迹记录，而像是一部现实世界与超感知维度交叠的电影。历史在背后默默流动，而那些不属于逻辑世界的现象则像一道道忽闪而过的光痕，为这个时代留下无法解释的缝隙。在意大利南部皮特雷尔奇纳的小镇上，清晨常带着一种仿佛来自旧时代的寂静，而在这种寂静里，一个孩子的命运正被悄悄雕刻。他名叫弗朗切斯科·福尔焦内，是未来被称作帕德里皮奥的修士。许多人以为他的神迹从圣痕那一天才开始，但事实远非如此。那个孩子从会走路起，就像是已经踩在两个世界的交界线上。他常常在无人处停下脚步，盯着空气某一点微笑，有时忽然皱眉，仿佛看见什么阴影。他的母亲后来回忆说，他不是在和人说话，而像是在听一种我们听不到的声音。这种状况持续到他长大，他并不害怕，只觉得那些光影气息是世界本来的样子。直到某个夜晚，他在床上忽然全身发冷，被什么包围。他看见一道白光在床角站着，对他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他告诉母亲，那个穿白衣的人会再来找我。从那天起，他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。15岁那年，他离开家乡，进入方济各会修院。就在火车驶离小镇的那一刻，他坐在车窗边，看见远处小山上站着一个白色身影，对他举起手，像在告别。他当时以为自己出现幻觉，但后来多年，他在日记里写，那不是幻觉，那是某种许可。修道院生活严苛，黎明祈祷，长时间静默，严格禁食，默想练习，但他在这种苦行节奏里，反而像是逐渐接通了某种隐藏频道。其他修士祈祷时读的是祷文，而他祈祷时看到的是光、流、影、文、灵的纹路。有一次夜里，他坐在教堂最后一排，闭上眼祈祷，却突然看见整个教堂的空气像水一样波动，一团黑影从门口滑进来，绕着圣坛徘徊。他惊恐地睁眼，那影子消失了，但空气里残留一种刺鼻的寒味。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意识到他看到的不是普通人的世界。那段时间，他的身体像是承载着过重的讯号，他常常莫名疼痛、发高烧、心脏剧烈跳动，却没有任何疾病的证据。修士们以为他身体弱，却不知道他正承受意识层面被推开的过程。他在日记中写，有时候我能听见别人的心，不是心跳，而是他们隐藏的声音。这种能力真正被他自己察觉，是在一次极普通的告解中。某位青年只说了几句泛泛的忏悔词，但就在他跪下的瞬间，皮奥胸口突然涌起强烈痛感，像有人用手抓住他的心。他抬起头，看见青年身后浮现一道模糊影子，影子里夹杂着一种粘稠的黑雾，而青年嘴里没说出口的秘密，像一句被压在水下的呐喊，狠狠冲入他的意识。他直接说出那件青年多年隐瞒的罪行，青年当场瘫倒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会知道？”那天皮奥回房后坐在床边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明白，他的能力不是学来的，而是被某种力量启用的。而修行、祈祷、禁食、沉默，不是让他更接近神，而是让他更接近那道撕开现实皮肤的缝。此后的岁月里，那条缝越来越明显。他在祈祷时听见脚步，却无人存在。他半夜醒来，看见一条黑影像蛇一样缠绕在房间角落。他走出教堂时，突然闻到玫瑰的香味，空气却完全静止。他在路上遇见陌生人，却知道他们的恐惧和未来。最难忘的一次是发生在寒冬的清晨，他独自走向教堂，却突然停下，因为他看见前方道路上浮现一个半透明的少女。她的衣摆在风里飘，却毫无声音。
少女的嘴张开，却没有声带的震动，只有一串不属于语言的讯息涌向她。就在下一秒，她的身体像被风吹散的白雾一样消失。数小时后，有人敲修院的门，是一位哭泣的父亲。他说自己的女儿半小时前溺水身亡，可是就在刚才，他看见了他的女儿。此后，皮奥再不怀疑自己的能力。他的能力不是为了让他看到，而是让他知道。他的修行也开始从普通修士的祈祷转向一种意识训练。他会长时间坐在圣坛前不说话，仿佛在倾听某种来自虚无深处的低频震动。他会在夜里静时祈祷到身体颤抖，却说自己在光里。他会闭眼默想半小时，却感觉过去与未来同时挤进他的脑中。他的修行不是为了安宁，而是为了撑住溢出的现实。直到某一天，他再也撑不住了。那是一个被雾气笼罩的黎明，他独自留在教堂祈祷。空气突然静得诡异，像是世界被按下暂停键。他抬头看见祭坛上方出现一道巨大的光影。它不是人，但具备人的轮廓；它不是火，但每一次跳动都让空气颤抖。那光影伸出手，空气像被割开一样响起一声闷雷。下一秒，一股炙热的力量贯穿他的手脚胸侧，他的身体被痛击到弯折。随后他倒下，看见自己的血在地板上扩散，却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。他知道那不是伤害，而是印记，那是能力彻底觉醒的代价。他说那是圣痕，之后他的世界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样子。他祈祷时常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祈祷，而是一种更大的意志通过他在祈祷。他在告解亭里会突然看到告解者生命中某个黑暗的片刻，像电影镜头在眼前闪过。他在教堂走廊上听见脚步声，却不是人类能发出的速度。他半夜被惊醒，因为感觉有人站在床边注视他，而当他抬头时，只看见两只空洞的黑影，然后房间里的十字架全部掉落。他的身体逐渐被能力撕裂，而修行成为唯一能让他平衡的方式。他每天凌晨醒来祈祷3个小时，不为神迹，只为压低意识的噪音。他以进食减少身体对现实层面的干扰，好让灵能保持清晰。他追求寂静，因为只有在寂静里，他才能分辨哪些声音来自人，哪些来自所谓的另一边。能力愈强，他愈沉默，愈沉默，他愈能听见世界深处那些隐藏的波纹。1918年9月20日清晨的圣若望，天光尚未完全穿透教堂的玻璃，年轻的皮奥正在祭坛前祈祷，他的额头冒着细汗，手心微颤，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包围。那一天，他看见一个发着光的存在，在当时被他写入日记，并在后来的教会调查里反复被确认。一个从祭坛上方浮现的存在，似人非人，既安宁又威严，手脚与肋旁皆闪着像火一样的光。下一秒，那些光狠狠地穿透了他的身体。皮奥在教堂中发出痛到极致的低吼，他的手掌裂开，血顺着他的指缝滴到地面，像是在石板上写下一串无人能读懂的符号。他倒下时，雾气从教堂门缝流进来，混着空气中的铁锈味与血的温度。那一刻，一个历史事件悄悄成为现实，圣痕出现了。圣痕在教会史上并非首次出现，自圣方济各以来已有少数案例，但皮奥的圣痕是教会史上记录最详细、持续最长且带有神秘干预性质的一例。因为它不仅存在，它会变化，会发光，会消失，又再出现，会流出带芳香的血液。更离奇的是，每当教廷派遣医生、怀疑论者或反教会记者突然到访前，那些伤口就会在前一晚突然闭合，而当检查结束他们离开后，伤口又重新裂开，像是某种意识层级的防御机制。许多人以为这只是巧合，但修道院的记录显示，1919年到1921年期间，这样的消失与再现至少发生过14次。而当时参与调查的著名医师乔尔乔·费斯托在其医学报告中写下一句话，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：这些伤口行为不像生物组织，而更像是某种具有意志的现象。难道是意志？可是一个伤口怎么可能有意志？这个疑问像阴影一样伴随皮奥的一生，而答案似乎潜藏在他身上另一种同样无法被医学解释，却被无数目击者证实的能力——超感知。皮奥不止一次在不见任何人的情况下，准确说出访客的姓名、经历、隐藏的罪行，甚至他们此刻正在想的念头。
这些被称为读心事件在修道院接待记录中数百次出现。更离奇的则是摇尸事件，例如1949年2月，意大利南部福加市发生剧烈地震，许多人逃到街上，惊慌无措。当时与皮奥同住的修士马尔切洛记录，皮奥突然从房间冲出来，脸色惨白，喃喃地说：“房子在摇，人们在哭，圣母在走向他们。”众人以为他病了，直到数小时后，地震消息从山下传来，每一个细节无比吻合。更诡异的是，他描述灾区某位母亲如何抱着孩子跑下楼梯，而那位母亲几天后来到修道院时，皮奥对他说出了他当时心里的祈祷词，一个他从未告诉任何人的祷词。那些听过此事的医生试图用创伤后的集体记忆或信息误差解释，但所有记录都指向同一个事实：皮奥在完全看不见灾区的情况下目睹了一切。另外一种现象被称为身双处，即同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。历史学者最常引用的一例发生在二战期间，当时英国皇家空军一架轰炸机故障，机组几乎确定要坠毁，但就在飞机摇摇欲坠之际，机长声称看到一位修士站在半空中，对他做出向左手势。机长照做后躲过山峰，飞机奇迹般迫降。多年后，机长在一次因私人原因来到意大利时，偶然看到皮奥的照片，当场跪倒，说是他救了我们。有人说这是暂时幻觉，但当时的所有机组成员都在日志里记录看见修士的瞬间。而在那天同一时间，修道院中的皮奥正处于恍惚状态，他的同伴描述他像看见远方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并在参与其中。某些神秘学者认为，皮奥的意识可能在极度祈祷时进入一种跨维状态，从而在空间结构扭曲的瞬间投射出意识形体。这听起来像玄幻小说，但量子物理、意识研究以及部分灵学体系中确实存在类似的理论，只是从未得到科学主流的承认。而如果说圣痕是身体层面的意象，超感知是意识层面的意象，那么恶魔袭击则是皮奥生命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部分。大量记载显示，皮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深夜被看不见的力量攻击，他的房门会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冲击声，床铺会在夜里被抬起摔下，他身上无缘无故出现抓痕、淤青、齿痕，而每次袭击过后，他都会说同一句话：他们不想让我拯救那些来找我的灵魂。修士们起初以为是精神疾病或自残行为，但所有攻击都发生在多人目击的情况下，而且带有明显的外力干预轨迹。有一次，一位修士听见房间里传来巨响与打斗声，他推开门，看到皮奥在半空中被抛向墙壁，力道之大让整个房间的十字架都掉到地上。皮奥落地后喘着气说，他今天比以往更愤怒。这些记录被教廷调查人员收集，却无法以医学或心理学解释，因为症状本身具有外在施力特征。所有这些事件交织成一张巨大的迷惘，而迷惘的核心是皮奥本人的态度。他并不是神秘主义狂热者，不鼓励神迹崇拜，也不喜欢被人当作超自然化身。他只是反复说，我只是上帝的邮差，我并不是要送出讯息的人，我只是被派来把他们送到该去的地方。然而越是如此，他身上的疑团反而越深，因为他的身体、意识，甚至他周遭空间的变化，都像是在一封封无需语言的讯息，在向世界展示某种被我们忽视的法则。意识不是单一维度的，身体不是完全封闭的，人与世界之间并非实体隔离，而是不断交换能量、信息，甚至意志。1971年，为皮奥进行长期研究的心理学家拉斐尔·莫雷蒂在笔记中写道，他并非拥有超能力，而是完全打开了人类意识的感知阈值，像是站在现实的薄膜裂缝上，能够看到膜的两面。若要问膜的另一面是什么，答案可能存在于皮奥晚年某次在告解亭中说过的一句话。这句话被一位神父记下，但从未正式公开，只在内部文献中流传。他说，人死后不会去了另一个世界，而是回到这个世界更深的一层，那里没有时间，没有距离，但有清晰到像光一样的真相。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形而上的推理，而非宗教教义，但却能够与物理学家提出的多层现实模型高度契合。皮奥是否真的理解这种结构，没人知道，但他似乎在用伤口、预知、摇视、身双处、灵机痕迹等奇异现象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较厚的一层，而在它背后还有更细、更轻、更容易被忽略的存在维度。
关于肾痕本身，现代医学至今无法找到合理解释。皮奥死后，肾痕竟在数小时内完全消失，只留下光滑如婴儿般的皮肤。医学检查团成员安东尼奥·博西亚医生在报告中写道，如果这些伤口是人为的，他们应该留下瘢痕；如果他们是病理性的，他们应该留下痕迹。但皮奥的皮肤像从未受过伤，就像那些发光的存在，那些摇视的画面，那些在天空出现的修饰形体，那些夜间的无形力量，那些随意读取人心的瞬间，那些超越地理限制的意识动作，所有证据都比小说更夸张，却又比小说更难以否认。于是皮奥的一生像是一部融合真实与未知的电影，在真正的现实片段中夹杂着似乎来自另一个维度的镜头，而这两种画面之间没有接缝，没有断裂，像是同一条底片上被同时曝光的两层光。他死于1968年9月23日，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耶稣圣母，仿佛他看见了我们看不见的某种存在正在来接他。而直到今天，仍有数百万人声称在祈祷中感受到他的存在。有人说闻到他身上特有的玫瑰香味，有人说在濒死时听见他的声音，有人甚至声称在梦中被他带到某个奇异的地方，在那里没有建筑，没有道路，只有一层透明的光，就像世界被剥开了多余的皮肤，露出最深的构造。或许皮奥的神迹并不是要证明神的存在，而是要让我们意识到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广阔，意识远比我们认知的更自由，生命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接近某种光。而那些肾痕，那些预知，那些摇视，那些灵机痕迹，那些不可思议的瞬间，不是为了让人崇拜它，而是为了告诉人类，你也拥有那条连接裂缝、接触光层的能力，只是你还未曾把自己的意识打开到那个振动频率。皮奥的一生不是传奇，而是一扇门，那扇门被他以血与痛，以灵与光推开，而我们站在门前是否伸手，那才是真正的问题。晚年的他常说，我能做的一切都不是我做的，我只是一个通道。但那些见过他的人从不相信只是通道这么简单，他们感觉它像是一扇门，一扇连接两个维度的门。他一生的修行就是让那扇门在不把他整个撕碎的情况下维持打开。而那扇门究竟通向哪里？皮奥从未回答，只说过一句充满谜意的话，那里没有时间，没有影子，只有真相。所以大家怎么看呢？那么好了，故事呢，宇哥也就讲完了。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，看更多后续精彩内容哦。